说一下，就是我昨天晚上碰到一个事情，应该说是我昨天白天开始的。因为我之前呢买了一个显示器，在网上买的，然后呢这个显示器呢我收到了之后，就是因为我是拿来接那个 MacBook， 然后我发现就是它这个分辨率可能没有达到我想要的这个结果，那我就退了。那退了呢，就是按那个原包装，就是他给我什么样我就退回去什么样。然后我当时也是叫的顺丰，因为我当时叫了那个菜鸟驿站，然后菜鸟驿站他说他不收，因为他这个东西他怕摔坏啊什么的，然后他不收，然后后来就叫了顺丰，让他过来拿这个快递，然后取走了之后，那个顺丰那个人取的时候，他也是说，他说昨天是我送来的，然后我说对啊，我说我今天要退，然后他说那他钱退给你了吗？我说那他钱还没退给我，他要那边收到了他才会退我钱，然后我把这个东西寄了之后，那寄了之后嘛，第二天然后那个当时那个卖家就跟我说卖家就跟我说他那个显示器就是上面有磕碰了，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就是有磕破，然后他就让我打电话给那个顺丰提起一个理赔的流程，那我就给客服打电话了，那客服当时也回我了，然后我跟客服说让他打就是收件人的电话，因为当时收件人跟我说我这边就不用管了，让我跟那个顺丰说一下，说到时候就他来处理。然后顺丰呢不停的给我打电话说要提起重新派送啊什么的，那我当时我就不高兴了，我就说我说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了，因为收件人那边说让你给他打电话，你一直给我打电话，这个事情是处理不了的，因为我这边我已经提交了这个理赔的申请，那你这边如果那边收到的有问题，那我这边可以就是提供他发给我的这个有破损的东西，破损的照片，那我会传上去，那接下来的流程怎么走？因为那边是要求把这个钱是赔到他那个账户上，然后他淘宝是直接给我转钱的，直接给我退款。那当时的时候我下午就没管，因为我下午也比较忙嘛，然后我反复的跟那边的收件方说那我这边就不用管了，不用处理的对不对？他说不用了，就不用我这边记录了，那我就没有记录了，没有再记录了。但问题是到了晚上之后这个事情一直没有解决，然后那边的就是那个卖家嘛，就是那个显示器的那个商家应该说是，然后他就把那个直接拒绝我的退款申请，那我就不高兴了，那我就直接打电话给那个顺丰了，我说这个事情你有没有打电话给那个因为我当时问了那个卖家嘛，我说顺丰有联系你吗？他说没有，没有联系，没接到电话。那我这边我就马上打电话给顺丰了，就是客服，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有联系过收件方吗？因为那边一直一直在问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给他打电话？那我这边我就问那客服，然后客服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联系了，但是没联系上，就打过电话没联系上。那我就火了。因为两边说的方式也不一样，然后那你要给我一个交代呀，因为我是夹在中间嘛，我又不知道你那边处理的情况怎么样，你也没有给我个反馈，然后那边那个卖家就是那个商家，他也没有给我这个反馈，然后我就挺火的，我就跟那个商家说，我说那个顺丰那边跟我说没有，就是他打过你们电话，然后你们没接到，然后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你不能跟我说你没有收到这个电话，你没接到，那你就没接到，你不能说顺丰没有给你打这个电话，对不对？然后他那边就说就说因为当时什么顾孩子啊什么的，就是没接到。我说那你顾孩子你没接到，你可以跟我说，你不能说你那边没有给你打电话，那我这边我要去跟他沟通的，对不对？你这边你现在又不要跟人家沟通，那只能是我去跟人家沟通呀，对吧？然后我是要求顺丰再给我回电的，然后顺丰给我回电说他又打电话了，然后那边又没有回，然
后我就很懵，我当时真的挺生气的，我就觉得你要处理这个事情，那你就处理，你不要一直在踢皮球。有什么事情出现了，就是运输的过程中它出现了破损，或者是怎么样的，那就是你这边你要尽量去配合。我说不能说我一个人在那干着急，然后你这边嘛就说我一直在等那个电话，然后嘛你又跟我说让我不要管，那你这个事情拖下去又没有其他的意义的，对不对？尽快处理掉，是吧？就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这边就是对我而言，我的性格就是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尽量处理掉，那办法总比问题多嘛，对吧？然后第二天，因为我要求客服第二天早上，你要给我一个回复，那具体是这个东西流程怎么样，你接下来走下来的进度是怎么样，你要给我回复的，对吧？就是你跟那边沟通了，那边也没有跟我说，那我是不知道的，那其实是我提起的理赔，那按道理你应该跟我讲，对不对？然后后面。到早上的时候，大概10点多的时候，顺丰给我打电话，他说那边然后后面到早上10点的时候，顺丰给我打电话了，他说这个事情已经处理好了，然后就是他已经把款项就是赔到对方的就是商家的那个账上了，然后问我说就是他退我的钱有没有到位？我说你这边退了之后，他那边会给我退钱的，然后后来呢，就是后来中午的时候，其实他那边也没有给我打电话，是那个店，就是那个商家一直没有给我打电话的，也没有在微信，就是不是微信，就是没有在淘宝里面跟我说这个进度，啥都没有，而且是我打电话给那个商家的，就是说，那你这个事情，就是顺丰那边已经给我打电话了，那你这边处理就这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他说对，他说已经处理掉了，就是其实我也觉得挺莫名其妙的，就是那种，那你要处理你就是我并不是说就是好像就我一直在催这个事情。因为按道理就是你这边你是要去配合的，就是我们三方其实现在是涉及到3方嘛，我们3方都应该去配合去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很多人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他就觉得就是那既然你说你不要你让我别管，那你处理呀，问题他又不处理，所以说就这个事情我是觉得就挺莫名其妙的那种。然后后面反正这个事情现在后面那个平台嘛也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他到时候会把这个钱就是退到我的就是退款嘛，就及时做一个退款。然后我晚上的时候又问他，我说你这个退款处理了吗？然后商家就说已经提交财务了，就这样子，然后就让我等着。然后我明天到时候看，就是我这个钱会不会到我账上，就是会不会退还给我，就是那如果不退还给我的话，我到时候可能又要去沟通，就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其实是很简单一件事情，只要我们三方就是应该说3方嘛，因为这个事情就本来就涉及到3方，那如果3方我们及时的去沟通，及时的去解决，这个事情是很快就能解决的。像我那天晚上我去催了，那第2天的理赔它就到位了，对不对？并不是说你拖着没有意思啊，你要处理你就赶紧处理啊。而且我当时我其实是不急的，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挺相信商家的，我是觉得就是你让我别管，那我就不管了嘛，就你来弄好了。但问题是你弄了什么呢？你啥都没弄啊，你就是一直让我出面去弄，对不对？那我去出面可以，那你别说你别说让我不要管了，这个事情你来弄，那你来弄你要弄好呀，问题是你又不弄好。反正我后面就是因为我最近我也在练习这个正念嘛，然后我就在想，就很多事情就是其实抱怨也没有用嘛，就是你有这个事情了，那你就去解决掉了就好，然后你就关注当下嘛。其实我当时就是把这个事情就昨天晚上我把这个事情就是打电话给那个客服，就是说了之后，其实我心里也可能是因为跟我练习那个正念有关系，我并没有觉得就是我自己在生气，
或者是在就是让我觉得很不爽，反而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那我就这么处理嘛，我就是让他就是这么处理下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慢慢的就是可以处理掉的。然后我也没有多想，我打完电话之后，然后我就做其他事情去了。我该做视频就做视频，我该看书就看书，就这样子，就是其实这个应该也算是一个正念带给我的一个积极的向上的心态吧。然后我发现很多时候就是你不要想得太远，你只要关注你自己的当下，就是你把自己当下的事情处理好，自己当下的事情做好，那一步一步就慢慢的就会好。就是跟我们这个心态，就是我们要想象，就是要多想一些美好的东西，那我们也会吸引来一些美好的东西。好啦，这期就是我自己最近的一些分享吧，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下，聊聊天，然后那就这样吧，拜拜。